旧名砒石藏在海岸山脉与中央山脉之间。由于交通不便，居民寄送信件包裹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193县道行动邮车是很重要的存在，请邮车创始第一任经理吕火辉爷爷来和我们诉说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因为当时玉里这个我们这边河西地区就是城市地区有5间邮局啊，河东那个地方没有半间邮局，所以当地的民众有请求说要那边设邮局，本来是要设在观音那个点，结果感到非常比较不适合，因为那个地方是狭长的地形，是在任何一点的话都没有办法服务整体的群众。刚好我们台北邮局有一个那个车要停办，所以都拨给我们继续在用，我们就开办这个邮局。起初我们行动邮局就是跟一个小支局一样，有一个司机，然后有一个局长。以前的局长就是现在的经理一样。对啊，所以就是说当初就是完全独立起，所以他那个日戳是不一样的。车子必须要维修2、3天的时间，那我们必须要改用这个包裹车，带我们这个行动邮局的一个服务。可是呢，也会碰到一些状况，譬如说，这个乡民看到这个包裹车，因为不是行动邮局的车子，他看到我们包裹车，他就不接受我们的一些服务，他是看车不看人，是碰到这种的状况。因为我们这个行动邮局车子太老旧了，开了2年多是没有冷气，很像是在烤箱里面在服务。有时候他们居民会看到我们满身都是汗，他会送一些冰水给我们喝。再来就是说，我们跟当地的居民的服务信任已经非常的好。跟居民互动的状况因为我们行动邮车都是定时定点在停然后就是说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我们的邮车就知道说，对，差不多几点了。有些人就是看到我们的邮车，他会讲说，要回家煮中午饭了这样然后就是说就跟他们相处，就是相处久了以后就有感觉就是有时候帮他们带书看信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什么剩余的蔬菜水果都会拿来车上送我们吃这样。我们如果有种菜吃不完的都送给他们如果香蕉啦水果啦也是送给他们的。一台小小的邮车承载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及满满的人情味。那我们是要看政府有没有宣布这个停班停课。如果是停班停课，那我们就停止服务；如果没有停班停课的话，不管这个天气多恶劣，我们都一样还会出车为台11县的乡民服务。对这个社区其实还蛮重要，就是因为它每天会一个固定的时段来这里，那他们社区的人就可以就是不用再跑到玉里镇上这么远的地方去寄信，直接这边就可以就是帮我们服务，这很棒。因为我是在学校，所以对我们来说也很方便，就是如果要寄信的话，就不用跑到镇上。对。阮较早爱去到水尾行，去到玉里行，若爱领钱拢爱去到水尾去到玉里啊。
即摆伊邮局车来，阮话就直接行。油车对居民很重要，在行驶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几次小意外。有一次发生最印象最深刻是发生一次车祸，在那个午后那个茶庄的地方，一个老阿伯他忽然骑两条的车忽然转弯，没有看我们车子来就被撞上了。因为我们是大车子啊，还是比较吃亏，所以一定要赔偿他。要去医院跟他看，还要赔偿他钱。就有一个阿嬷，她就带一个孙子过来，对，说她的孙子有发烧，说要顺便看看我们等一下要回义里，顺便可不可以顺便带他回去？那个到义里去看病这样子。因为我开行动油车之前也是服务这个区块的，就是台193线的，就是居民，所以我在投递的过程中，然后认识了大部分的就是老人家啊，这些还住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所以我跟他们平常送信的时候就有互动。一台小小的油车，载满了居民们幸福的笑容，载满了居民们的感谢，更载满了美好的回忆。油车现在面临着废除的危机，希望油车能继续行驶在小镇的巷弄里，穿梭在193线道服务居民。